最近刷到2条关于比亚迪的消息，让小编觉得挺骄傲的。一边是巴西的一位车主晒出自己开了26万公里的比亚迪海豚，除了定期更换过轮胎和空调滤芯，其他部件竟从未维修过，电池续航能力也和新车状态相差无几。另一边是在超跑品牌云集的意大利，比亚迪 Auto 3，也就是国内称的元 Plus， 居然被不少意大利人当作豪华车看，销量呢更是直接超过了特斯拉。好家伙，比亚迪果然不用宣传，只要默默卖车就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星球热点，国家大事从不缺席，舆论场中抽丝剥茧，聚焦独家中国资讯，点赞、订阅加小铃铛，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。这位晒出26万公里海豚的巴西车主是当地一名网约车司机，每天需要驾驶车辆行驶100多公里。了解巴西路况的人都知道，当地不少路段坑洼不平，减速带高度也明显高于国内常见标准。可这位车主表示，我经常开着它跑郊区的土路，有时没注意就会压到坑洼，一开始还担心底盘会受损，结果上次去保养时将车辆升级检查，发现底盘护板虽布满磕碰痕迹，但内部核心部件却完好无损。这段经历并非个例，视频中清晰可见底盘护板上的划痕与撞击印记。维修师傅检查后也评价称，这样的防护设计很扎实，换成其他同级别小车，大概率已经出现故障了。最让这位车主满意的是海豚的使用成本优势，他专门给大家算了一笔账。目前巴西民用电价约为 0.15 美元每度，折合人民币 1.2 元。他的海豚100公里电耗稳定在 10.1 度，那么行驶26万公里的总电费就是3939美元，约合人民币 2.8 万元。若是换成同级别的燃油车，比如丰田雅力士，巴西当前汽油零售价约为 0.75 美元每升，折合人民币 5.5 元。按照100公里7升的油耗计算，26万公里的总油钱就是3650美元，约合人民币 9.7 万元。也就是说，仅电费一项就比油钱节省了近7万元，不到油费支出的1/3。保养成本的差距同样显著。车主介绍称，我的海豚在比亚迪官方 4S 店做一次基础保养，费用大约是390雷亚尔，折合人民币520元，涵盖换机油、电路检查等全套服务。而我朋友的丰田雅力士，每次基础保养最少需要400雷亚尔，要是涉及到零件更换，费用轻松就能超过1000雷亚尔。仅2年时间，这位车主在保养费用上就比开燃油车的朋友节省了近2万元人民币。更令人惊喜的是电池状态的稳定性，车主特意拍摄了充电后的续航显示界面。现在车辆表显电量 88% 时，续航里程还能达到358公里，推算下来，满电状态下差不多能跑410公里，和刚购买时的续航能力几乎没有明显差距。要知道，不少电动车行驶几万公里后就会出现明显的电池衰减，而这台跑了26万公里的海豚，电池健康度依旧保持在较高水平。这一表现也引发了众多巴西网友的热议。有网友留言称，我家的燃油车开了6万公里就开始频繁出现小毛病，比亚迪的耐用性也太超出预期了，早知道当初就不选丰田了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半台车了。还有一位巴西网友分享了自己的比亚迪元 Plus 使用体验，车辆开了15万公里，同样只更换过轮胎和刹车片。他表示，以前总觉得中国汽车的品质不靠谱，现在身边开比亚迪的人越来越多。上次朋友聚会，3个朋友开的都是比亚迪，其中一位开唐 DMI 的朋友说，跑长途时油耗只有5个多，比我的老福特省油太多了。甚至有巴西汽车博主专门做了对比测试，将比亚迪海豚与大众 ID.3 放在相同的烂路环境中行驶，结果显示海豚的悬挂舒适性和通过性都更胜一筹。博主在测试视频中评价称，比亚迪在细节设计上很用心，比如底盘的缓冲结构，过减速带时不会有明显的颠簸感，这在巴西的路况下非常实用。如今在巴西街头，越来越多的网约车和出租车都换成了比亚迪车型。有出租车司机表示，我们选车最看重3个点：耐用、省钱、故障少。比亚迪刚好完全满足这些需求。
以前大家买车优先考虑日系车，现在10个司机里有6个会优先考虑比亚迪。不得不说，这台跑了26万公里的比亚迪海豚，用实际表现为中国汽车在海外市场赢得了口碑。它的耐用性不是靠宣传话术，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行驶里程证明的。在超跑品牌云集的意大利，比亚迪竟然被不少消费者视作豪华品牌，这一现象着实让小编意外。近期有意大利网友分享，比亚迪 Auto 3在当地的起售价为 4.1 万欧元，折合人民币超过32万元，这一价格比国内高出2倍多，但依旧吸引了大量消费者购买。根据意大利汽车工业协会 ANFIA 2025年7月发布的欧洲新能源汽车市场报告，2025年上半年，比亚迪在意大利新能源汽车市场以1028辆的销量成绩拿下首榜，同比增幅高达 8587%， 这样的增长速度在欧洲主要汽车市场中极为罕见。不仅仅是意大利，在西班牙、法国、爱尔兰、葡萄牙、奥地利等欧洲国家，比亚迪的销量也全面超过了特斯拉。西班牙当地媒体报道称，2025年1到8月，比亚迪在西班牙新能源汽车市场累计卖出14181辆，超越特斯拉同期的9303辆，稳居当地新能源市场首榜。一位西班牙车主也在社交平台分享着自己的换车经历。我之前开的是特斯拉 Model Y， 后来换成了比亚迪唐 EV， 实际使用后发现，比亚迪的智能化系统比特斯拉更好用，中控屏反应速度更快，导航定位也更精准，而且后排空间更宽敞，家人乘坐时的舒适性更高。在2025年巴黎车展上，比亚迪展台前更是挤满了前来参观的观众。有法国网友拍摄的视频显示，车展期间，比亚迪展台上的汉 EV 和唐 EV 周围始终围着不少人，很多观众都在向工作人员咨询车型配置和提车时间。一位意大利女性车主分享道：“我身边的朋友都觉得，现在在意大利能开上比亚迪，比开宝马更有面子，因为比亚迪的设计很有特色，内饰的旋转大屏和氛围灯比同价位的欧洲品牌车型更有设计感。比亚迪能在欧洲市场取得这样的成绩，小编觉得与它重研发、轻营销的策略密不可分。根据比亚迪2025年半年度财报，公司上半年营销费用为124.3亿元，同期销售汽车214.2万辆，平均每卖出1辆车的营销费用约为4864元。而不少其他汽车品牌每台车的营销费用普遍在1.5万元以上，是比亚迪的3倍多。比亚迪将节省下来的营销费用大量投入到核心技术研发中，刀片电池、DMI 超级混动系统、一平台 3.0 等技术成果都成为了开拓海外市场的核心竞争力。在欧洲市场，消费者对汽车的安全性和环保性尤为看重，而比亚迪的产品恰好精准切合了这些需求。欧洲汽车安全机构曾对比亚迪汉 EV 进行碰撞测试，车辆最终获得5星安全评级，其中电池安全部分更是拿到满分。此外，在欧洲权威机构的碳排放认证中，比亚迪电动车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量比特斯拉更低，这一优势对于注重环保的欧洲消费者来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。当然，售后服务体系的完善也为比亚迪在欧洲市场加分不少。目前，比亚迪已在欧洲多个国家建立了 4S 店和充电网点。一位德国车主表示，以前购买进口电动车，保养时经常需要等待很长时间，配件也很难及时到货。现在，比亚迪在当地设有配件仓库，更换配件几天就能完成，比特斯拉的售后服务更便捷。甚至有欧洲出租车公司开始批量采购比亚迪电动车。公司负责人表示，经过测算，比亚迪电动车的运营成本比燃油车低 60%， 而且耐用性强，开几年都不用频繁维修，非常适合作为出租车使用。根据比亚迪2025年10月发布的月度销量快报，2025年1到9月，公司海外销量突破 70.2 万辆，这一数据相当于2023年全年海外销量的2倍多。可以说，如今在欧洲街头，越来越多的比亚迪汽车穿梭在宝马、奔驰等传统豪华品牌车型之间。有网友调侃，以前欧洲人提到中国汽车，大多觉得是廉价产品，现在提到比亚迪，不少人会认为是拥有黑科技的高端车型。这种认知的转变，靠的不是营销噱头，而是实打实的产品实力。
而随着比亚迪匈牙利工厂建设计划的推进，未来比亚迪在欧洲市场有望实现本地化生产，届时车型售价可能再降15%到20%，比亚迪在欧洲汽车市场的影响力也将进一步提升。到那时，欧洲汽车市场的竞争格局或许将迎来新的变化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，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，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。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，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。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